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各位常去新山扫货的新加坡朋友们，最近去换钱是不是发现心情有点复杂？曾几何时，我们习惯了1比3.5，甚至憧憬过更高的兑换率，但到了2025年底，令吉竟然一路狂飙，汇率直接跌到了 3.14 水平，创下了3年来的新低。你可能想问，新元不是一直很稳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更有意思的是，今年马来西亚的令吉却像是打了鸡血，摇身一变成了亚洲强劲货币之一。这不仅仅是少了几个点的问题，对于习惯了汇率红利的新加坡家庭来说，这是一次实打实的经济冲击。同样的1000新元，现在换到的令吉足足少了360多块。以前去新山是物美价廉的降维打击，现在却得开始精打细算。这一波令吉的反击让不少新加坡人感叹，那个随便刷卡的时代，难道真的要一去不复返了吗？令吉对新元形成了真正的挑战吗？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今年令吉会突然变得这么猛，甚至被封为亚洲表现最佳货币？其实这背后是大马经济基本面的全面觉醒。2025年，马来西亚通过一系列硬核的财政改革，比如扩大销售与服务税 SST 以及取消燃油补贴，向全球投资者展示了缩减财政赤字的决心。再加上大马作为全球科技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受益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的爆发，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FDI 疯狂涌入。当全球资金都看好马国股市和债市时，令吉自然水涨船高。那种基本面稳健、外资信心回归、利差博弈的多重 buff， 让令吉在亚洲货币中脱颖而出，成了今年最耀眼的明星。令吉走强受影响的可不仅仅是我们的周末旅行，别忘了新加坡人餐桌上的鸡蛋、蔬菜和肉类，很大一部分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当令吉变得越来越贵，新加坡进口商的成本也会跟着节节攀升。如果我们的新元没能维持同样的强势，这部分多出来的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你会发现超市里的菜价贵了，熟食中心的鸡饭价格也可能悄悄上调，这就是典型的进口通胀。以前我们享受着令吉贬值带来的廉价生活成本，而现在令吉的每一分升值都在无形中推高着新加坡人的生活开支。这种唇齿相依的货币博弈正真实地反映在我们的每一餐饭里。在令吉强劲升值的背景下，备受瞩目的柔新经济特区 JS 到 SEZ 也面临着新的平衡。对于在柔佛设厂的新加坡老板来说，现在可能有点头大，因为同样的令吉薪水折算成新元变贵了，运营成本正在悄悄上升。但换个角度看，汇率走强其实反映了投资者对这一区域长远经济信心的增强。随着马国政局趋稳和财政改革见效，原本流向新加坡的避险资金开始有一部分被更具增长潜力的令吉资产所吸引。这不仅是钱的流动，更是区域经济重心的一次微调。新加坡作为传统的避风港，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个基本面日益强劲的对手。这种利差与信心的博弈正在重塑新马两地的商业版图。2025年令吉的强势确实让新元感受到了久违的竞争压力。过去我们总觉得新元是亚洲唯一的硬通货，但现在令吉用实力证明了，只要改革到位，产业对路，马币也能在国际市场上扬眉吐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便宜消费的心理预期，开始适应一个更有韧性的邻里经济。虽然短期内新山的吸引力可能会因为汇率波动而有所下降，但一个经济更健康、货币更稳定的马来西亚，长远来看对区域稳定其实是件好事。新元并不是输了，而是进入了一个更成熟、更平等的区域货币互动时代。看到这里，你还会因为汇率变低
而减少去马来西亚消费的次数吗？你觉得令吉明年还会继续涨下去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